本来本次中欧峰会是在欧洲举行的，但是现在变成了在北京举行。据德国媒体报道，是因为中国的习主席不想去欧洲，于是变成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飞到北京。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中方根本就不再把欧洲放在眼里。他们跑来中国，说明欧盟已经处于下风，说明他们更有求于中国。毕竟随着俄乌事态的发展，美国成功抽身，而欧盟则深陷其中。因为欧盟现在变成了美俄两国餐桌上的菜，聪明的做法是紧抱中国的大腿。但欧洲人有这个智商吗？咱们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欧洲人尽在掌控，北京展现自信的地方。欧盟中国峰会前夕气氛紧张，北京有充分理由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莫斯科，这令欧洲如鲠在喉。冯德莱恩正计划关税突袭，但能否成功远未可知。本次欧盟中国峰会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并持续2天，毕竟正值双方建交50周年，但最终改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愿前往欧洲。此外，议程也被大幅压缩，仅剩2个小时的晚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盟理事会主席斯科塔同习近平会晤，以及与李强总理短暂见面。第2天的行程全被取消，双方未能就共同议程达成一致。艰难的筹备过程正是当前关系的缩影。自2021年欧盟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制裁中国官员，北京实施反制裁后，中欧关系持续承压，贸易摩擦不断。虽然双方都清楚彼此是重要贸易伙伴，但这几乎是唯一共识。欧盟安全研究所专家艾克曼指出，欧盟既不被视为天然伙伴，也不是优先合作伙伴。尽管仍是重要市场，北京正着力与全球南方建立联盟，以制衡华盛顿。欧盟前对华事务高级官员维甘德表示，对欧盟而言，关键是要在美中战略竞争中保持平衡，避免沦为棋子。维甘德曾长期主管欧盟对华及亚洲事务，现为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客座研究员。年初，北京曾期待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欧盟会向中国靠拢。维甘德指出，这一希望已被证明是幻想，并未实现。前欧盟对华事务高官维冈德警告，欧盟必须避免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棋子，稀土成为关键筹码。紧张局势近日持续升级。中国商务部本周一批评欧盟对俄新制裁对中方造成所谓负面影响。布鲁塞尔首次将2家中国银行列入制裁名单。中方发言人指出，此举违背了中欧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双方交锋早有先兆。数周前，冯德莱恩在加拿大 G7 峰会上指控中国存在支配、依赖、胁迫模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冷静回应称，欧盟需要摆正心态。当前争议焦点集中在3方面：其一，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去年已突破3000亿欧元；其二，中国实施严格的稀土出口管制，全球70%的稀土开采量和91%的精炼产能集中在中国，复杂的出口许可制度导致5月份对美欧稀土出口量巨降80%。其三，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35%的关税，北京方面将此视为欧洲向华盛顿屈服的产物。中方领导人希望阻止欧盟进一步向美国的强硬立场靠拢，并计划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推动欧方取消关税。作为交换，北京可能在稀土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向布鲁塞尔做出让步。据《世界报》获悉，冯德莱恩正酝酿一项出人意料的举措。在柏林方面的施压下，欧盟委员会数周来一直在商讨，若中国车企同意所谓价格承诺，将取消北京方面深恶痛绝的关税。具体而言，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届时将自愿提价，欧洲消费者虽不受影响，但新增收益将不再流向欧盟海关，而是归中国企业所有。
目前27个欧盟成员国能否全体通过尚属未知，各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本就存在分歧。中国力图避免俄罗斯战败。本次峰会不仅涉及经济议题，更将聚焦外交政策。除台湾问题、伊朗及中东局势外，乌克兰危机尤为关键。欧盟试图推动中国停止采购俄罗斯石油，并阻止中国将欧洲进口部件转用于对俄军售。中国问题专家维甘德直言，这些期望必将落空，中国不会接受外部指令。更重要的是，基于其全球战略布局，中国需要确保俄罗斯作为最紧密盟友的地位。近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布鲁塞尔引发关注，他向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透露，中国希望避免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失败，出于对美国可能随后全力针对中国的担忧。这一异常直白的表态，与北京方面对外秩序的中立调解者形象相矛盾。德国之士点评，这似乎是欧洲方面的假新闻。据说王毅根本没有说过此类的话。任何有一点点外交敏感性的人都知道，中国外长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好，继续往下。柏林中国研究所莫卡托外交政策观察项目负责人瓦西里尔表示，中国当前如此明确地表达对俄支持，也是对特朗普近期与普京通话的回应。特朗普正试图制造某种反向基辛格时刻，即通过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来离间俄罗斯与北京。这类似于当年基辛格为削弱苏联而与中国建交的策略。中国正通过强化与俄罗斯的联盟来反制这一战略。在北京看来，与美博弈的背景下，对欧关系宜需在此框架下定位。瓦西里尔指出，对中国领导人而言，欧洲既是制衡华盛顿的杠杆，也是缓冲地带。若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欧洲可成为替代性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理论上，北京已可打出转向欧洲牌来威慑华盛顿，但目前未见相关迹象。要争取欧洲，中国需做出重大让步，而北京目前认为并无必要。他们相信欧洲已尽在掌控。好，朋友们，咱们接着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我也不会接受冯德莱恩的指手画脚，更何况没有中国，欧洲连药品都难以获取。我们对中国的依赖关乎生存必须，而中国对我们的需求则不然。咱们看跟贴，中国和印度以最优条件从俄罗斯获取廉价能源，中国和印度正在崛起，而欧盟以最差条件从美国进口最昂贵的液化天然气，欧盟经济正在急剧下滑。继续看跟贴，没错，可即便如此，我们还装出一副自己最了不起的样子。继续往下，每次读到欧洲媒体对自身的认知都感到奇怪。中美正在进行一场关于权力与贸易的巨人之争，试图互相削弱和遏制。但说到第三大繁荣经济体欧盟时，却突然被描述成无关紧要，易受胁迫且软弱无力。孟买的贫民窟和里约的贫民区替代不了5亿欧洲人。若中国还想保持经济繁荣，欧洲市场仍是不可或缺的。再看跟贴，完全正确，可惜我们总是自我矮化。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欧盟假设能团结一致的话，本可以向中国发出要俄罗斯还是要欧盟的最后通牒。中国其实更需要我们，尤其是在与美国抗衡的背景下。再往下，冯德莱恩女士缺乏与中国领导人对话所需的教育背景、智力和品格，她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下一则，冯德莱恩的做派俨然以欧盟政府首脑自居。继续往下，就凭欧盟这个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也妄想主导局面，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再往下，何不将制度竞争对手真正视为严肃的竞争者，而非仅仅是敌人？我们无需畏惧，我们的制度本就经得起竞争考验。
难道真需要靠关税之类限制竞争的手段吗？难道最终要让政府高度管控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击败西方制度吗？何况我们西方制度本身也已包含大量政府对经济循环的干预。下一则，中国人终将超越并甩开我们，这早在80及90年代就已显而易见。继续往下，在气候保护方面，我们比中国具有显著优势。冯德莱恩女士可考虑将此作为谈判筹码。再往下，在稀土问题上，最能看出欧盟官僚们的无能，至少日本还建立了稀土储备。下一则，报道中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欧关系持续紧张，布鲁塞尔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然后这位网民说，欧盟惯用制裁作为针对他国的惩罚和施压手段，然而对于经济、军事实力雄厚的国家，制裁必将产生重大副作用，这点常被忽视。中方认为欧盟干涉了中国内政，必然招致反制。倘若中国干涉欧盟成员国事务并实施制裁，欧洲人同样有权愤怒。尽管各国若能采纳西方民主价值观，这样的想法很理想化，但现实并非如此。西欧主导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时代早已终结。再往下，冯德莱恩完全不合适他的职位，因为在关键地缘政治问题上，他既不能展现明确立场，也无力有效维护欧洲利益，对抗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利。下一则，然而此次会晤却改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愿前往欧洲，事实就是如此。这不仅体现了欧洲的地位，也是对我们多年提供发展援助的回报。可曾有人深思过这个问题？只需看看我们德国国内便知，纳税人花钱引进一大堆麻烦事。我们的政客们可曾为德国制定过任何战略规划？怎么看跟贴？中国难道应该为某些事感谢西方吗？我确信中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而且完全有理由如此。所谓的发展援助根本就是个神话，一个笑话。这些微不足道的投资绝非出于人道主义，纯粹是为了增强自身影响力而采取的利益驱动行为。继续看跟贴，这正是与中国的差异所在。中国人有规划且长期执行，我们的政客们却只顾选举周期，这样行不通啊！长期来看，我们将成为输家。尽管某些政客早已为自己谋好了退路，当巨额债务耗尽后怎么办？我看不到这些资金有用于民生福祉。再往下，这位网友针对报道中的这句话进行评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将自愿提价，欧洲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不变，但额外收益将流向中国企业而非欧盟海关。于是他说，也就是说，欧洲消费者支付同等高价，钱却流向中国，而非本就赤字累累的欧盟金库，而德国制造商仍可在欧盟境内维持天价。这意味着在通过增税弥补关税损失的同时，欧洲消费者继续承受高价，这算盘打得真妙。再往下，尽管特朗普有时相当不靠谱，欧盟仍应寻求与美国的紧密结盟，这种联盟曾存在过，现在必须重建，这符合双方利益，才能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制衡中国等国家。下一则，中国只有一个目标，通过制造依赖关系来统治世界，至于手段如何，在所不惜。继续往下，问题的根源要追溯得更远。早在科尔时代，德国就缺乏长期对华战略，类似于施洛德对俄罗斯那样。如今后果已显而易见，纳税人被迫买单，政客们却逍遥法外。这种对华、对俄、对美或其他国家的依赖，正将德欧推向深渊。从日常用品到药品供应，处处都能感受到。这与全球市场经济无关，
只是某些国家与欧洲之间的权力游戏。冯德莱恩在德国就毫无建树，其对欧行动更是贻害无穷。再往下，是的，欧盟依赖中国，但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同样依赖西方市场。中国大规模廉价生产，西方照单全收，这就是交易。为此，中国才能维持对其庞大人口的繁荣承诺，从而保持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稳定。因为若繁荣承诺动摇，执政的共产党必将面临民众压力。美欧应趁机制约，提醒中国这一现实，趁其仍受制于此。待中国仅凭全球南方就能自足时，将为时已晚。怎么看跟帖也是最后一条评论。事实上，若进攻台湾，中国将更加依赖我们，届时它将同时失去出海通道和美国市场。日本等国也会跟进，欧洲是它仅剩的陆路可达的富裕市场。当前全球秩序正在重构，中俄很快将自取灭亡。中国正深陷希腊式债务危机，特朗普会搞垮美国，而普京正在透支俄罗斯的未来。新主角将是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哈哈，朋友们，这位德国网友这么自信啊，竟然认为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将成为主宰世界的新角色。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可能是年度最大笑话吧？不错，他高兴就好，你们说呢？